在哪儿？我不是在办公室改 PPT 吗？难道我穿越了？哎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狗崽子们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振哥！振哥，你是谁啊？四福哥，俺掩护你，杀出去！我看这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。看样子这里是个礼崩乐坏的年代，我竟成了一个一事无成的贵妇。既来之则安之。我力值不够，那就用脑力去征服。振哥，草包人太多了，怎么办啊？打不过就跑，把没底！兔崽子们，给老子躲开！不朕，这龟儿子，草帮主不会放过你！哥，快往家里跑！哥，快跑！脑袋差点开花，这世界也太疯狂了吧！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嫂子等你呢。嫂子，我还有媳妇儿。啊！哎呀！师傅，快到！还行，还有气儿。这谁呀？在我家上吊？嫂子咋这么想不开啊？嫂子？她是我媳妇儿？对啊，你昨天从柳家买的，你还说了玩3天之后要卖给三婆，还能换5两酒钱呢。柳枝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我父亲把我托付给你建了这么大一座豪宅，结果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夫人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明明是你诬陷我！贱人，把这个贱蹄子给我扔窑子里去！放开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哎，婆子，请留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么漂亮的美女，你给我玩几天呗？哎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有这副好皮囊呀！婆婆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！婆婆，求求你！行，先给你玩玩，不过3天必须给三婆送去。好嘞，婆婆，救救我！我真的没有勾引你没有勾引她，以后就勾引我吧。你放我下来！混蛋，你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看来原主不光是个惹是生非的棍妇，还是个贪财好色的棍妇。天哪，天崩开局，让我一个坐办公室的小文员如何应对得来啊？让我就去死！你别激动，我不碰你，哥不会卖你的。哥，那5两酒钱你不要了？要个屁啊！这是人，你下得去手啊你？哥，不是你说玩够了卖给三婆换酒钱吗？我那是缓兵之计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哥是英雄救美。我咋觉得哥转性了呢？像变了个人。你说的可当真？你先好生休息，我睡外边，等明日咱们再商议下一步。走。莫非他是个好人？哥，咱没钱也没粮了，又多一张嘴出来，咱咋活呀？谁害他这样，谁就该付出点抚养费。抚养费？没错，刘老爷色胆包天，柳夫人心狠手辣，我得让这2个人
出点血。走，去灵守我房。一大早的，他人去哪儿了？哎呀，活在这乱世里，连喘口气都觉得沉重。与其说是苟活着，不如说是苦苦熬着。郑哥，饿了。也罢，人人只求自保的乱世里，能有个全然信任自己的人，已是万幸。这傻兄弟不懂世道险恶，只知死心塌地的跟着我。这份纯粹，也许是我撑下去的希望。家里没吃的，是早晨吗？郑哥，你先吃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俺就知道，俺郑哥对俺最好了，有啥好吃的都想着俺。难道他在吃独食？可家里什么都没有啊！他竟然用刷锅水冲击，我还误会他。哎呀，真是个吃人的时代！如果能让他们过得好一点，我心里会不会好受一点？你们是谁？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！大妈，您是哪位啊？郑哥，这就是三婆。哎呀呀，原来这位洗尽铅华、看起来资深的美女是三婆呀！阿正真是出息了，不记得三婆对你的关照了。说好了今日卖妻买酒，迟迟不见你上门，老婆子自然要上门来问问你要钱不要啊？三婆说笑了，我卢震岂能是卖妻之人呢？那不是硬往我头上戴绿帽子吗？你这是不打算卖了，是吗？我既然娶了她，就要护得周全，否则我卢震还算什么男人？我却不知阿正是如此有骨气、有担当之人。可惜了，在这乱世，拳头大才是道理。三娘我老眼昏花，不知道
咱们谁的拳头更大？哼！上！你上！进屋去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卢震虽然算不得什么英雄，但是也绝对不会推一个女人来换取暂时的安定。啊！这个我好饿。我早就说过，在这乱世，你得认命。住手！放开我，你个混蛋！我要是擦破点皮，老娘就扒了你的皮！三婆，你有句话说得很对，在这个乱世，拳头硬才是道理。现在，你知道谁的拳头硬了吧？你们先离开！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？三婆，你拿我当傻子吗？我若是现在放了你，他们就会进来，将我们碎尸万段。滚远点儿！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？三婆，人心险恶，你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安全。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来人，给我找个麻绳来，给三婆上个活儿。好嘞。我认输，你放我离开，我不再强求你卖妻。三婆的嘴，骗人的鬼！你说话要是可信，母猪都能上树。老实点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他们应该快来了吧？如果不一次性把他们打疼，他们将会源源不断的打扰我的生活。我这招呢叫围点打援，效果应该还不错。放了三婆，放了三婆！你不是阿震，你不是那个无所事事、好吃懒做、混吃等死的阿震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猜？阿震，看在三娘对你和福兄弟多有照顾的份上，饶了我们吧，行吗？多有照顾？是见死不救的多有照顾，还是见到我和四福被饿死，把我们拒之门外的多有照顾？又或者是上门逼迫卖妻、逼死人命的多有照顾？我就想带着兄弟和女人好好的活着，就这么难吗？走！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若日后你们再来招惹，我可不能保证来的人还能活着回去。走。阿震，阿震，不，真爷，真爷，你就这么把我们扔在这里？不管是山上的野兽，还是路过的歹人，都会要了我们的命的。希望真爷大发慈悲，救救我们，救救我们！杀人者人恒杀之，理所应当。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，可是乱世已至，哪里还有净土？现在哪里还有偏安一隅的地方？真爷，没有人喜欢打打杀杀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生活。原本我们已经发展了110号兄弟，可是上次和曹帮火拼，
就只剩下我们10几个人，希望镇爷给我们指一条生路。你找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能帮你们逃离青竹堂。希望你能给我们一条生路，我们这10几号人愿意追随镇爷，万死不辞，万死不辞，万死不辞！郑哥，你太厉害了！能填饱肚子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他好像跟别的棍夫一点也不一样。是郑哥安全回来了吗？等谁伺候呢？起来！民以食为天，想要活下去，填饱肚子才是最关键的。既然你们投靠了我呢，就要忘掉自己曾经是个棍夫，一切都要靠自己亲手劳作。你们能做到吗？能。不知道办公室的领导若是看到我现在的样子，还能不能认出我来？申哥可真是太威风。那边。你干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是。昨日还想着投环自尽，今日就在这里白日宣言，你胆子挺大呀。奴已经卖给你了，更何况你也帮我报了仇，所以我的生死自然是夫主的一念之间。倘若你要把我卖去那阿扎之地，我就只能以死来以保清白了。倘若夫主愿意留下我自然是听夫主安排了。这万恶的封建社会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思想？柳夫人最爱的首饰，我看见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护你一世周全。哦，对了，夫主怎么又把他们给叫回来了？这些多是游手好闲、惹是生非的棍夫，你把他们叫回来，恐怕会给自己惹上祸端的。我也是棍夫啊。啊！如果有一条别的生路，哪里有那么多人愿意做棍夫啊？可是如今政权割据，连年战火，百姓们流离失所，自然民不聊生。若是可以给他们一块可以耕作的土地，他们自然会愿意为了一日三餐拼命劳作。哪里还有那么多时间愿意去做棍夫啊？既然我穿越到这方世界，不做些力所能及之事，还是心中难。打打杀杀的我不会，可是先进的技术和思想我这里有很多。若是能让更多流民过上安稳的生活，在乱世中给更多人一个家，也算我没有白白穿越一回。或许还能像短剧里演的那样，成就一方霸主，走上人生巅峰呢。这个，不好了！青竹堂的人打过来了！郑哥，他们外面来了好多人，他们扬言郑哥离阵脱逃，必须杀死以儆效尤。还有三伯和其他的棍夫也因办事不力，要他们以命相抵。莫怕，一切的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。虽然咱们人少又疲惫不堪，肚子又很饿，不过我一定会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。
这个呢是我研制的弩，只要搬动这个扳手，就能发射出弩箭。虽然用料粗糙，杀伤力也有限，不过咱们近战对远程，也能稳赢。怎么？你们不信啊？子佛，3、2、1。明珠堂的人都跑了，带头的左护法被树枝戳瞎了眼睛，已经带着能活动的人都跑了，咱们安全了。太好了！事情还没有结束。青竹堂的人盘踞此地多年，他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不过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，人力不足，粮食也不足，所以从现在起，咱们要争分夺秒。这会儿让青竹堂的人丢了脸面，没有办法在江湖上混，所以他们今晚一定会回来血洗卢家，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娘子，你和三婆去做一些干净的饭菜，注意要消除干净后，让大家吃一顿饱饭。哎，阿佛，你和兄弟们收集一些这种树枝，并且削成一些锋利无间的弩箭。记住，要找一些笔直的树枝，提高射击的精准度。好。你俩等一下，你们不用参加战斗，但是一会儿要跟我去城外挖一些陷阱来，再回来吃饭。等挖好了，咱们就到村外打埋伏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措手不及，措手不及。我赵某人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从未在一个棍夫手中栽过跟头。三娘那个老不死的贱人，我就知道那个贱人靠不住。堂主英明，一个小小棍夫根本不足为虑，尽管交给我们，今夜定让他们知道青竹堂的厉害。那个小婢女也只能交给堂主您了。走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夜我们血洗卢家。别过来，这都是陷阱。你们几个叛徒，青竹堂留你们容身之所，你们却赶尽杀绝，如此心狠手辣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还有没有天理啊？哟，这就开始给我讲道理了。你们说，在这个乱世之中，从来都是强者为尊吗？弱肉强食，丛林法则。你们是强者的时候，就可以弱肉强食；你们成了失败者，就开始在这儿跟我讨要天理。我可是青竹堂的堂主，还敢不放了我？我饶不了你们！在我面前搞阶级压迫这一套，我还是范阳卢氏之后的。在这个乱世当中，生存才是第一。兵农工商都有权利活下来，若这些你都不懂，我也没有必要浪费口舌。
郑哥，这青竹堂已经被灭了，你怎么还太生气了呢？我担心的是这帮兄弟，我带着他们成天过着有上顿没下顿。我想找个地儿，找一个能遮风挡雨、能存下粮食的地方。这想法虽好，可这兵荒马乱……哎，郑哥，青竹堂怎么样？青竹堂？对呀，哥，青竹堂有房有地，还有个大粮仓呢。这爷，万死不死！我定要在乱世中给更多人一个安稳的家。你们站起来！我让你们站起来！我带你们就活出个人样。哥，这么多人，吃什么？住哪儿啊？府主，家中已经人满为患了，他们说想要来投奔你。走。诸位弟兄，不是我不仁不义，实乃急迫，才由此住进青竹堂的下策。青竹堂做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，这爷我们不怪你。这爷我们不怪你，不怪你，不怪你。我们不怪你。乱世里人命最贱，可以最宝贵。想让兄弟们铁了心的跟着走，总得让人把肚子填饱。眼里看得见的是实实在在的奔头。林霜，你带着大家整理青竹堂，我和四伯出去一趟，弄点粮食回来。你要注意安全。好。听说了吗？邻村出了个厉害的小子，连青竹堂都不是对手。知道，听说是出自范阳卢氏，很厉害的，还抢夺了青竹帮堂的老巢。对外说是不管士农工商都可投奔。广平王若是知道有人在此招贤纳士，会不会……这些可不是咱们能说的。快走！走。当时头脑一热，就冒充范阳卢氏。范阳卢氏可是大家族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报复。算了，报不报复的都是后话，还是先弄些启动资金，才是正事。原主全身上下也就这块玉这点钱，但愿他能帮我渡过难关。祖传玉佩一块，质地上乘，水光透亮，有此宝贝却来典当。莫非你是传说中那位范阳卢氏之后？我说对了，能当就当，不当我坏。哎，这块玉佩只值2两。可这2两银子却辨不出范阳卢氏的威风。说，你为何冒充范阳卢氏，也不怕被拆穿之后死无葬身之地？姑娘何必为难在下呀？就像你女扮男装一样，不过是乱世中的一些手段罢了。可你本来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手段啊！姑娘说笑了，换一种手段，证明你们还有选择。可我们呢？我们已经没有选择，无路可退了。是向晚胡言乱语，公子大义，向晚自愧不如。公子请留步。这话本不该是我这个当铺伙计该说的，可是此物一看就绝非等闲人所有的。你若为了些许散碎银两，失了这玉佩背后的机缘，实在得不偿失。
还望你三思。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，如果能换得些许银两，在这个乱世当中生存，也是值得的。这块玉佩就不是普通人家可以拥有的，就算他不是范阳卢氏，必定也是出身世家大族，再加上此人言行，将来必非池中之物。阿爹说，做生意最需要的就是眼光，学会奇货可居。此人说不定就是我的奇货。我观你绝非池中之物，将来必有一番作为。这是我全部的了。若你未来闯出一条生路，可否庇护我一二？多谢姑娘，姑娘大恩，卢震铭记在心，日后必定厚报。告辞了。这乱世之中，没想到还有如此心思纯净的美女。听说青竹堂被一个棍夫惨败，回去后就被曹帮给灭了。这些帮派没一个好东西，他们自己打起来，跟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曹帮没钱收拾那个棍夫，正挨家挨户的要保护费呢。前面那个临时当铺，就因为不肯给钱，父女俩已经被那曹帮抓去了。还他妈吃的，走了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小娘子，出手！放开我你！让你走！让你走！你这些笨蛋，你想讨伐人家卢公子，以为自己都是什么东西？一群阴沟里的老鼠，以为天黑了就能称霸天下了，岂不知天是会亮的。这小娘子脾气还挺大。说得好！来，躲开！哎呦，小美人儿，现在还挺烈啊！我告诉你，一会儿让我兄弟把你玩烂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忍心！好了，放开你们！就你叫！林姑娘说了，让你们把脏手拿开，你们是听不见吗？卢震，曹帮主，百闻不如一见呐，只不过可惜了，见面不如闻名。我去你！哎呀！杀了他呀！哎呦！住手！要不然我就掐断他的脖子！我范阳卢氏与你们曹帮无冤无仇，我只不过看不惯曹帮主如此不懂怜香惜玉，不如给我个面子，放了他这回，就当今日之事作罢。曹帮主意下如何？不行！若就这么轻易放了他，那我们曹帮的规矩岂不成了摆设？那人人都是如此，那我曹帮上下100好兄弟还怎么混？怎么立足啊？看来我范阳卢氏的面子在这里还赶不上你们曹帮的规矩。看来你这是要和我卢家对着干。公子说笑了，曹帮岂敢跟范阳卢氏作对？但是若只凭公子单单一句话就放了他们，岂不堕了我曹帮的威名？看来曹帮主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啊。不如这样，我们打个赌，3天之内，就当这位妇女在你曹帮做客，3天之内，我会让他们安安稳稳的离开曹帮。如果我输了，我便不会理会此事；可如果我赢了，还请曹帮主废除你曹帮的规矩，让他们父女2人安安稳稳的离开这里，可否？好，那我就静候公子的光临了。林姑娘放心，卢震定然会来救你，等着我。帮主息怒，我们这次也不算完全被骗。此人之前的确是个棍夫，但前些不久
他宣称自己是什么范阳卢氏，一直隐居在外。此人会妖术，而且还会制造武器。听说被他武器所伤的人，哪怕没有伤及性命，也会全身麻木，十分可怕呀。帮主，他能让挖光了野菜的山上重新变回食物来，他还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如今青竹堂都已经被他所占领，许多人都已经去投奔他。行了，哼，他妈的，我看呀，他就想踩咱们李威。我是让他得逞，此地商贾必然对其归心，草莽江湖，哼，也会对他心生敬畏。哼，这可怎么办，帮主？帮主，这卢震的法术，我们可不好对付啊。哼，法术，我看只不过是些奇技淫巧罢了。是，传令下去，加强戒备。绝不能让他们有机会接近曹帮。是，快去！哼，他娘的，姓卢的就是个缩头乌龟，害得老子白白等了3天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帮主，外面来了好多人。可以。我们吃的，我们都吃的，我们吃的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多流民啊？不知道从哪来的消息，说是曹帮要开粥棚，这些流民3天前就开始进城了，还一直在这围着不走，都看着咱们大门虎视眈眈。快把门关上，别让他们进来！让我们进去！别让他们进来！他们肯定有粮食，他们肯定有粮食，开门！郑哥，你果然料事如神啊！原来流民是你叫来冲击曹帮的，还这么容易就救出了林姑娘。林姑娘对我有恩，能兵不血刃的将你们妇女救出，实乃万幸。不过些许阴凉，本无其他大事。公子却倾尽全力救我妇女性命，林某此生必定倾尽全力回报公子。快快请起。乱世不易，大家都只为活着。不过可以预见，曹帮今后一定会视我卢家宝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不知二位和我回去，也不知是好是坏。公子惹上曹帮，也是因我妇女而始。吉凶祸福，那都是我们的命数，何必执着于命呢？岂不知我命由我不由天？卢公子是准备主动出击，不愧是我认识的卢公子。我这儿确实有个好主意，不过需要二位鼎力相助，不知二位可否？乐意之至。府主，府主回来了。原来这就是府主心心念念的林姑娘，果真貌美如花。是的，没错，这位呢就是我的恩人，林姑娘。当初若非是林姑娘出手相救，咱们卢家堡可不会发展的像现在这么如此之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位林长和林姑娘要在咱们这里安家，这些呢都由娘子掌管，我就不插手了。哎呦，水泥和的怎么样了？哦，还有那个刘恒找到了吗？哦，对了，硝石那么大一块硝石，我找到了，我得赶紧把它找出来。火药，火药的研制已经刻不容缓了。要知道这个曹帮日后一定会视我们卢家堡当成眼中钉肉中刺的呀。娘子，我那儿还有一个改良水车的方法，我得赶紧去实验了。府主的性子一直都是这般跳脱，还请林姑娘莫怪。娶妻了又如何？我林小曼不把任何人差。
他们刚才没打起来吧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要打起来？都那样了还没打起来？没有。郑哥，你该不会喜欢跟女人打架吧？郑哥，你是不是想把林姑娘收了房啊？郑哥，你喜欢林姑娘就留下来吧，嫂子不过是你买的婢妾，她不会介意的。那咋能那样呢？我既然娶了凌霜，就只能认凌霜一人当我的妻子。男人嘛，3妻4妾的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2个姐姐都对你一片真心，到时候呀，姐姐嫂子睡外面，林姑娘睡你床边。你个混小子！林霜虽说是出身于奴婢，但她见多识广，若是有机会让她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其格局广大，日后做个丞相也不足为过。而这个林姑娘呢，出身于商贾，从小就走南闯北，思维敏捷，和许多人不一样，日后当个将帅之才也不为过。嫂子是丞相，林姑娘是将帅，郑哥，你该不会是想当皇上吧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鼠目寸光，你这是冒进！你们说的都有理，不过这件事势在必行。林霜的顾虑没有错，可现实因素不允许我们再畏手畏脚。我们需要钱，我们需要更多的钱，我们需要最原始的资本积累，否则的话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夫主，这钱财固然重要，可是现在粮食更重要啊！我们大家好不容易才吃饱饭，你就要去拿粮食去酿酒，到时候钱债上下，不就又要挨饿了吗？夫主，到时候宅中民心不稳，一切就都来不及了。粮食固然重要，可是寻些野菜同样可以饱腹。酿酒则不同，此事一旦成功，卢家寨就等于有了固定的收入，公子的宏图大业也就有了保障。你这是空中楼阁，你那是鼠目寸光。那如果酿酒不需要粮食呢？是不是两全其美啊？果然吃货的运气都不会差。不过看他俩这架势，我好不容易酿出来的私人藏品，怕是保不住了。酒香浓烈，沁人心脾，果然是好酒。果香馥郁，闻之可醉。我当真从未见过如此好酒。这种果子个头小，皮厚又没有肉，拿来充饥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我就用这些果子酿造了些果酒，来，你们两个尝尝，不知二位觉得如何？来，好特别的味道，比曹帮贩卖的烈酒不知好喝多少倍。这绝对是京都那些世家贵族们从未见过的东西。只是山上的果子毕竟产量有限，就算把所有的果子都拿来酿酒，那也不够啊。如何能成为你的助力呢？你这话可就说错了。常言道，物以稀为贵。这酒若是落在流民手中，自然是一文不值，连解馋都不行的东西。可如果落在普通人手中，最多也就10几文一斗，解解馋的廉价品。但是若是经过包装，落在那些世家贵族手中，再言明此物酿造不易，世间少有，此物可价值1000金。果然不愧是商家出身，林姑娘真是无人能及呀。这日后若是当了卢家寨的商业主管，这贸易真是稳稳拿捏呀。等日后咱们卢家寨粮食丰收了，
咱们再用粮食酿酒，大家解决了温饱问题，再用粮食酿酒，到时候咱们这个酒就叫至尊情怀酒，让那些有钱人也成为咱们的钱袋子。干杯！干杯！快哉！从明天开始，我要让这至尊情怀酒走出鲁家寨，卖遍大江南北。加油！再来一杯。来一壶至尊情怀。好嘞。这酒也太香了，我闻着都要醉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至尊情怀酒，一壶就要30两银子，普通人可喝不起啊。嘿，客官有所不知呀，这至尊情怀是我们卢家寨特产，每个月只有100坛，多1坛也没有。莫非我们老板和卢家寨的林老板是好友？这酒根本就没得卖。虽然定价这么高，也还是经常卖断货。今天你喝得到这酒，明天还不一定能喝得到呢。这还等什么？我也要一壶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嘞。放弃息怒！卢家寨，好样的！你就踩着我曹帮立威不算，还来断我财路，得罪了我曹帮，必须得死！这至尊情怀已经抢占了大部分世家生意，我们的酒只能卖给普通人了呀。去联系谢先生，我说我同意了广平王的提议，请他来我曹帮暂住，构成大事。去，快去呀！府主，卢家堡内各项事务已经理顺，各小组小队也都选出了组长队长。按照你的要求，他们都已经各司其职了。只需要待会儿再去粮仓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府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屈原离。啊？屈原离是什么？屈原离呢，是我国农业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有了它，可以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力。咱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，在这个乱世里，也算是站住脚了。我还以为只有我带来好消息了，没想到卢先生也有好消息。怎么，曹帮快被你挤压的没有容身之地了？他的酒本来就劣质，咱们的至尊情怀一出，自然是所向披靡。酒卖的好固然好，恐怕呀，咱们的麻烦也快要找上门来喽。你的意思是？郑哥，郑哥出事了，郑哥！这怎么办呀？都是我的错。我今天若是来巡视的话，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不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现在日子过得太安逸了，忘记当初刀口舔血时该有的警觉了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现在自责毫无意义。咱们的酒断了曹帮的财路，他来一招绝粮也属于正常。郑哥，你说是曹帮的人干的吗？显而易见，让咱们绝粮，既能扰乱军心，又能给咱们的酿酒材料造成困扰，一举两得。那怎么办？就算现在高价收粮，也买不到粮食了呀。不用担心，
现在咱们只要再做2件事：第一，让全寨的人吃上一顿饱饭；第二，找到偷东西的人。可是，我们要去哪儿弄到粮食呢？你的酒，王爷收下了。不过，王爷的意思是，希望你把那至尊情怀一并弄来。还请先生转告王爷，我曹帮必定尽全力攻下卢家寨，到时将所得一切尽归于王爷。哎，万万不可！我听说那位卢震出自范阳卢氏，一身本领通天彻地。哎呀，谢先生明鉴，我曹帮多数弟子都知道，这姓卢的就是一个棍夫。一个棍夫，他能懂得调虎离山之计，玩弄你于股掌之间。一个棍夫，他怎么改良织布和耕种，制造炭笔、水泥和弓弩。一个棍夫，他会收拢流民，教化众生，仅凭10几个人就割据一方。一个棍夫，他能造出如此绝世佳酿，让你曹帮束手无策。不行，此人若不能收入麾下，将来必是大敌。我得休书广平王，先拉拢一下才是正理。忘属的老东西！帮主，去，把从卢家寨抢来的粮食都送去厨房。我看陆震绝粮之计一出，定将这卢家寨走投无路。凌霜，你去屋子后面割一些那里的草，再从鸡舍那边取一些鸡蛋，做一些韭菜炒鸡蛋，充当今早的餐食。再把搭在架子上的南瓜煮成粥，记得要摘那些熟透的，千万别把没熟的给我摘了。可是那些草是来吃的吗？还有那个什么黑色的瓜，那不是用来开花的吗？他们都不认识这些植物，我正好用这种方式做一个保险。四福，守住城堡大门，不要让任何人进出，防止偷粮食的贼进出。是。林姑娘，麻烦你去取一下登记册，咱们要揪出秘辛。遵命。不知曹帮的人有没有吃那些粮食？我的粮食，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呀。先生，听说你抢了卢震的粮食。先生，他门户打开，这不明显让人来偷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广平王要招安卢震？你这混蛋呀！你到底给老夫吃了什么？快上狼狗！所以你是故意让他们来偷粮食的？说故意有些夸张了，只不过是他们运气不好罢了。如果是前段时间，是那些田木鼠，他们偷走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只可惜啊，怪就怪在他们是这2天才来偷的呢。有什么区别啊？本来以为和之前一样，是田木鼠，可谁能想到你们挖回来的是苦木鼠。如果这苦木鼠不经过处理的话，是会中毒的。所以堡主让大家统一用餐，就是为了统一处理这些毒木鼠，防止大家中毒，是吗？大家都以为去皮的木薯泡在水里，是为了煮出来的样子更白。可我没告诉他们，如果不浸泡，是要死人的。所以说，那些偷粮食的人怎样了？这个嘛，曹帮上下中的是同样的毒，若非
催吐的及时，曹帮上下无人生还。所幸诸位及时催吐，诸位残留的毒素不足以致命。老郑，老子跟你不共戴天！真是不足百事有余的东西！我一定要禀告王爷，你这种蠢货，我不可留！寨主果然英明，这粮食在您手中是保护的圣物，到了敌人手中却成了催命的利器。可是按照那个帮主的性格，只怕会和咱们不死不休呀。府主，还是早做准备才好。你们放心吧，现在曹帮的战斗力受损，不敢与咱们正面交锋。咱们还是好好研究一下我的针。生流作坊。哎，我这个密封技术还需要改善一下，省得到时候我还可以用这个密封技术制造一个蒸汽机呀。又在说奇奇怪怪的话了。鸡就是鸡，哪有什么蒸汽机啊？我看你是想吃白切鸡了吧？哼！卢公子难道是又有新的发明创造了？等我真的研究出来了蒸汽机，我就在咱们寨子上开展一次工业革命。等那个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这个发明有多么的伟大。谢先生，是不是说的太过于轻巧了？退让？叫我怎么退让？难道我曹帮上下无人生还才叫退让吗？虽然我依附于广平王，但我也在此地经营多年，手下兄弟跟我同生入死，我一定要为我的兄弟们报仇。家宝害我曹帮几十条人命，我和卢家宝不死不休。如此才华横溢之人，之前居然是个无所事事的棍子。范阳卢氏竟然出了个这样的人才，此人必须招入为友，如若不杀。还不是因为你觊觎别人的粮食，还派人去做贼，自己害死了自己的手下。请谢先生转告广平王，我曹帮和卢家宝绝不共事一主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你看着办吧。你庶子不同为谋。来人，传令下去，曹帮从即日起和卢家宝势不两立。是。参见寨主。你是沈追？登记身份的时候说自己熟读四书五经的那个？是的。你有什么事？我发现了奸细，特来禀告寨主。哼，发现奸细？那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前日我随母亲一起挖木薯时，曾去过粮仓，那时就发现有人在粮仓周围窥伺，但那时他并未任何不妥之举，我就没有做出防范。今日粮仓被盗，我又将寨子里的人挨个看了一遍，发现当时那个人不见了，所以我断定那人一定就是奸细。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，你能把寨子里所有人都记住？不才3岁通诗文，5岁通经典，过目不忘乃基础本领，总结分析才是学生的强项。你说的奸细就是这个人吧？就是这个人，你怎么知道？怎么会比我还快？8岁的孩子操80岁的心，你都能发现奸细了，我这个当寨主的若是没发现，岂不是白当？寨主这么厉害，
是不是已经知道敌人是谁了？是不是已经想好接下来的应对之策了？告诉我好不好？你不是号称小天才吗？如果你是我，你该会怎么做？反间计。沈追，你确定要当一个战士，守卫卢家堡？当然，不只是我，我们所有被寨主收留的孩子都愿意为了卢家寨拼尽一切。可你们都还是孩子，孩子就应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保护起来，学习知识，为日后来打下基础。不，我们生于乱世，就注定毫无选择，只能变得强大，才能生存下来。现在有寨主为我们遮风挡雨，可若是寨主不在呢？若是大人们都不在呢？我们必须靠自己。所以，童子军请命出战。好，从今日起，你组织寨中所有的孩子，成立童子军，在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，保护卢家寨。记住，你们不是战斗训练，而是寨子的未来。你们要利用你们儿童的优势，趁其不备，收集情报。你们能做到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Hello， 早上好啊！古代人生活习惯就是好啊，还在晨跑。吓死我了！井里下毒没被他发现吧？他怎么没事？难道他没吃早饭？所以这帮奸细的目的是见识。我们讨论过了，那个人在寨子里乱转，各个地方都有观察，所以其目的应该是为了打探寨子里的情况。之所以只拿走我们的箭头，应该是因为我们的箭头有所不同。那个杂碎外面穿的是寨子统一发放的外袍，可内部穿的却是柔软干净的中衣。那布料我之前见过，妇人不会穿，穷人穿不起，所以这个人的身份应该是类似刘老爷家的护卫或者园丁，应该是帮会的人。我当乞丐的时候曾经见过帮会打架，听说他们会给鞋底套上一层编织的草鞋，防止打架时下盘不稳，而那个人的鞋上就有被这种草鞋勒过的痕迹。怎么还记恨我呢？不就是小时候偷过你一糖吗？我不都还你了吗？我娘说贵妇不是好人。小姑娘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人嘛。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或许相似，但去年的你和今天的你呢，可是大有不同。难道你觉得自己一成不变吗？说呀，扭扭捏捏，娘们唧唧的，早知道就不带你了。我才没有。那你就说呀。我看见他露出来里衣的袖口上绣着2片水浪，我猜他应该出自曹帮。我娘曾经帮助曹帮浆洗衣服，我曾经见过他们的袖口上都会绣着2片水浪，所以他一定是曹帮的。可以啊你，果然啊，高手在民间。想不到我这小小的卢家堡，这几个没有腿长的小萝卜头，竟然能把这个奸细的身份猜出来，实乃人才啊！堡主的意思是我们猜对了。曹帮亡我，卢家堡之心不死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咱们前些日子顺水推舟，让他们吃尽了苦头，想必现在是准备报复回去了。而这箭矢呢，我猜就是他们下一步计划的突破口。是毒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咱们之所以让曹帮忌惮，就是因为咱们的弩箭上虽然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，但是会让人失去反抗能力。前些日子我在安全大会上讲话，让你们小心那些树的枝叶，就是因为它们有毒。所以他偷走箭矢的目的，
就是因为想要了解解药，想让咱们剑矢上失去毒药，这样一来，咱们的剑矢就会因为缺少箭头，而杀伤力不足的剑就会变成一堆废柴。那怎么办？要不然咱们现在换一种树做箭矢，那就更没有杀伤力了。要不咱们把寨门关起来，他们就算再厉害，也没办法打破水泥做的围墙。可我听说舒先生讲打仗，说攻城都是有撞车的，寨门根本挡不住。要不我们换一种毒？要不怎么说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你们看看，心最脏的就是读书人。可是堡主，你不是也是读书人？你们4个明天一块去上课。我们寨子里可以出各种特长的天才，就是不能出没有文化的废物，听到了吗？那曹帮的事怎么办？你还真以为咱们卢家堡只有你们几个小萝卜保护了？你们放心吧。郑哥真是料事如神啊！那人出了山寨以后，就直进曹营，进了曹帮。有人注意到，粮食丢失那日他就不在，这几日突然好了些，这是另有图谋。我已经按照夫主的吩咐，将今日新制的箭矢换上了新的箭头了。我爹派人回来传话，曹帮和谢先生生了嫌隙。这几日呢，谢先生都住在聚贤客栈的天字号客房中，忙着接见本地名士。好，一切如我所料，咱们可以收网了。兄弟们，扬眉吐气的时刻到了！寨子里的人都喝了加了料的水，现在他们手上一点战斗力都没有，而且他们的秘密武器解药我已经提前拿到手了。只要我们攻进寨子里去，我们就能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了！兄弟们，给我冲吧！跟我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否被那棍斧给收买了？两头拿好处，出卖兄弟啊！说，大哥，我生是曹帮的人，死是曹帮的鬼，绝对不会有半点叛逆之心啊！一定是你背叛了我，要不我这么严密的计划怎么就被破坏掉了啊？你看我打死你！怎么就不可能了？你的计划漏洞百出，再加上一个蒋干盗书，你必输无疑。妖怪，你一定是妖怪！我只想带着我的人，在这乱世当中苟活。你不来招惹我，我也绝对不会招惹你的。曹帮主，你平心而论，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你，可你却3番5次的欺上门来。我刘震虽然不才，但也是范阳卢氏。我不去争那个天下，不代表我不能争。若日后你们还敢再找上门，你们面对的就不是全身麻痹，而是见血封喉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杀了你！卢家堡的一切，这都是我的了！你这……帮主！若日后你们执意来犯，我们也不会一辈子守在寨子里。所以，请你记住，我们卢家堡的口号是：朋友来了有好酒，敌人来了有枪。哥，你别去，太危险了。来都来了，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哥，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不是要找王爷血债血偿吗？这是怎么了？放狠话的本事呢？欺世盗名的外世子，带着一群茹毛饮血的混蛋，号称自己是什么广平王。这世道正是因为有你们才会这么乱。今日我严学卿纵然身死，
并无数有识之士识破了你的真面目，你们一定会不得好死！小少爷，乱世生存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你还是如此的天真呢。严家出过帝师又怎么样？有百年底蕴又怎么样？星魁不过唇齿之间，王爷才是乱世称王称霸的枭雄，而你注定该死。你们是谁？广平王要杀的人，你们也敢救？活得不耐烦了？广平王是和曹帮有着密切联系，还收了他们的酒，帮助了曹帮起死回生的广平王。当然，那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。不怕招惹上广平王吗？俺们寨子刚刚打败曹帮主，你说算不算招惹上广平王？是卢家堡的人。怎么？你听说过卢家堡？早就听闻卢家堡不畏强权，学青特来投奔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卢家堡可不养闲人。你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。我们卢家堡要你何用？学青虽然手无缚鸡之力，但是也算饱读诗书。如果有能用到之处，必然义不容辞。我们卢家堡可没有势能攻商之分，即便你是一个望族，到了这儿也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你要听从领导的安排，接受思想汇报，你还愿意来吗？自然。耶！嘿，老虎不发威，你拿我当 Hello Kitty 啊？林阳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老实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堡主，孩子顽皮，还请您宽裕啊。说，严夫子课上的怎么样啊？严夫子很好，就是我听不大懂。我还是更喜欢去司虎哥哥那边练拳。我觉得严夫子的课比我之前的夫子强多了。就是什么呀？沈追，你来说。他们说严夫子恪守礼仪，是个老古板。沈追，你怎么出卖我们呀？寨主可是我救命恩人，但凡寨主发问，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严夫子大才，就是书生气重了些，不过教你们几个小屁孩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可是他太古板了，这都乱世了，还守着那些规矩礼仪，根本不懂变通。你们要学会求同存异，你们要允许这个世界上有不同，却又各自精彩的人生。你们要学会找到你们各自身上的相同之处，这样才能处成朋友。需要找到不同之处，这样才能有所成长。这样就是求同存异。堡主大才呀，请佩服之至。郑哥，郑哥，是他，是广平王，或者叫他世明。你们是？他是我的庶弟，但是城破之时，他投靠了叛军，屠了我们严家满门。我胸口这伤口，就是他亲手造成的。若不是我与旁人不同，我早就是一抔黄土。你想报仇？我试过很多次刺杀他，报仇对我来说太难了。我只能提醒堡主，此人阴险狡诈，莫要与他结交。
都说读书人清高，怎么告起小状也这么勤快啊？坐下吧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所以说，那天追杀你的3个杀手，之前都是你们严家的下人。是，他们都是我们严家收养的孤儿，理应该效忠于家主的。可是如今这乱世，人心不古，他们投靠严世民有钱有势，就背弃了我们严家的恩情。是我失礼，请堡主责罚。这里是卢家堡，老子说这里是自由的，这里可以有因为仇恨而不顾礼仪的学者，也有因为悲伤而泪流满面的幸存者，还可以有因为报血海深仇从书斋走出拿起刀剑的战士。你想做哪一个？堡主，真的都可以选吗？我说可以就可以，不用把自己放在礼教的套子里，相信自己。狼烟卷残阳，空枪赴寒霜。列祖列宗，我一定会手刃我们严家的仇人。一下，瞅瞅里边裹着什么？乱世是不需要软弱的，正如当初你们一样，愿意站出来保护大家。你们不需要软弱，只需要调整情绪。哥哥他没事吧？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愿意被人看到的一面。等夫子愿意说了，大家自然而然也会知道。好啦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回去吧。这个，别问，别说，就当没听见。不是，是门口那。要给大家一点点空间，连独处的空间都没有，人迟早是会崩溃的。到时候不是杀人就是自杀，多危险！不是这个，那个送信的、姓谢的，在堡门口求见。卢堡主，我们王爷的提议，您觉得如何？我说过了，我对你们广平王和广平王那些理想没有任何兴趣，请麻烦你们和你们的手下圆润的离开卢家堡势力范围之内。堡主可要想清楚了，我家王爷兵强马壮，不愿与阁下兵戎相见，所以才派我前来共商大事。王爷所图不过是虚名罢了，难道堡主也不能认同吗？四府，送客。哎，你干嘛？我乃清河谢氏。哎呀，你这犹如斯文，犹如斯文呐！我说了，我的时间很宝贵的，没空听你在这里装腔作势。卢真，你就不怕广平王兵临城下吗？你这点兵力在广平王面前就是一群土鸡瓦狗，只要广平王一声令下，便可踏平你卢家堡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对称霸天下没有兴趣，你们爱找谁找谁，别再来招惹我了，成吗？卢真，你就是一个无脑的棍夫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您不该放他走，不放他走，谁给咱报信？你放心，我可没有做圣母的习惯。可是，此人阴险狡诈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
以他的威力，一定会使阴招。青草无力能救。谁说的？若你能开设课程，要全民学习兵法，还怕他搞阴谋诡计？全民学兵法，全民皆兵。对呀，只教几个小萝卜头，实在屈才呀。36计能不能讲？孙子兵法会不会讲？可是卿从未听过孙子兵法36计。小爷上大学的选修课就是孙子兵法和36计品鉴。为了不挂科，小爷可是把这8000多字倒背如流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写出来。哇！瞒天过海，浑水摸鱼，抛砖引玉。我的天哪！天佑卢家宝，天佑卢家宝，天佑卢家宝啊！堡主，您可真是将星转世。如果要是真的有人能终止这战乱，一定就是你了。你先别激动，这也不是我写的，我只是会背而已。日后这传道授业的工作，你可得给我传达下去，这任务也就交给你了。你可得给我好好。堡主，赵熙已经丢了多年，仅凭一块玉佩就认定是赵熙的后人，这是不是太草率了？当年赵熙失踪，族老们顾念大局，不让我去寻找。如今有了赵熙后人的消息，你们又来说草率。到底是我草率，还是族老们希望我范阳卢氏敌之以来，就此灭绝？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了。你先天体弱，子嗣艰难，赵熙又自幼丢失，你从旁支过继孩子，继承家业，这才是维续范阳卢氏血脉正途。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。你们勾结了广平王，对吗？我们有什么错？行掌天下权，我范阳卢氏为何不能争上一仗？这就是你们派人刺杀卢真的理由吗？你们既巴结了广平王，又断了我嫡支的香火，真是好无略，好恶心呐！族长莫要胡言乱语。苍天有眼啊！若不是你们派的刺客刺杀失误，担心问责，将那孩子的玉佩捡回来交差，我还不知赵熙之子竟如此优秀。我范阳卢氏有后了，我范阳卢氏有后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们就不是范阳卢氏一样。从今晚开始，是什么意思？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卢兆林依照祖训，请人一户，将背祖忘宗之辈尽数诛杀。国宴。谢先生，我人料属实。如今范阳卢氏数起族中长老更是病弱，族中各位长老各怀心思，此时正是趁虚而入拿下范阳卢氏的大好。小小一个卢家寨事小，能够撬动整个范阳卢氏的利益才是最大。王爷，不好了！
什么事儿？范阳卢氏发生血拼，族老会刺杀族长，被全部反杀，他们的族人也被逐出了范阳卢氏。现在卢家已经被卢兆林全部掌控了。什么？又是他卢兆林？退下吧。是。卢兆林，王跟你势不两立。府主，你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您已经昏迷了3天了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哦，对了，香婉刚刚才回去休息，还有司福，他们一直在外面守着。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要不然老子的小命就没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个人他想要见你，已经在外面等了1天1夜了。谁啊？他说他叫范阳卢氏。难道是我此前冒充范阳卢氏的事情暴露了？该不会是来找麻烦的吧？你这个地方也太寒酸了，住在这种地方，也敢自称我范阳卢氏？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一点大家风范都没有。我范阳卢氏何时出你等逆子？说，冒充我范阳卢氏究竟意欲何为？你有病啊！如此粗鄙之人，怎堪为我范阳卢氏？定是冒充之人！你这棍夫已有屈死之道！你在这跟我逼逼赖赖什么呀？有本事过来打我呀！在这儿你装什么大腕蒜啊？你妈没教过你不要用手指指别人吗？很不礼貌的行为。范阳卢氏就是这样教育的啊！以后出门别说认识我，我嫌丢人。庶子，庶子！你复读机转世啊？你就会这一句话？庶子！我范阳卢氏绝不同意你说我范族子弟。若再敢冒充我范阳卢氏，我必处之！好大的口气！好大的口气！我范阳卢氏何时轮到你一个旁支小吏做主了？你就是阿震吗？我去，什么情况？不是乱世求生剧本吗？怎么跑来一个和原身长得这么像的人？是真假少爷剧本？像，太像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一定是赵熙的儿子。卢兆阳，你不要以为是大长老的儿子，四处横行霸道，族中念你父亲年迈，对你多有纵容。想不到父子竟然刺杀少主，还敢直接上门羞辱，是觉得我范阳卢氏的刀不够快吗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他刚才在说什么啊？你少血口喷人！不要以为你是族长我就怕你。我爹深谋远虑，族老们不会容忍你胡作非为的。可惜啊，范阳卢氏已经没有族人了。阿珍，不要害怕，我是你大伯，范阳卢氏的族长卢兆林。我多病不嗣，这么多年一直寻找你父亲，想让他把卢氏继续传承下去。
从此刻起，你就是我范阳卢氏的少主了。这是古代版的豪门少爷回归记吗？这上来就干人的老头，到底是袁氏的亲人还是敌人？冷静，冷静。卢家主恕罪，小子当初是胡说八道，冒认范阳卢氏之名，只为在乱世中谋求一丝生机。小子只是棍夫出身，绝不可能是范阳卢氏之后。如有冒犯，还请卢家主子责罚。阿震，你还记得这块玉佩吗？这是我和你阿爹年幼时父母所赠。这块玉佩属于我年幼失散的弟弟卢兆熙，也就是你爹。所以，你真是我大伯？我真是范阳卢氏之后？家人们，谁懂啊？口嗨就变成真的豪门少爷了，逻辑的，天理的。大伯，所以是广平王派人告密，才会有人来陷害我的是吗？广平王应该是拉拢不成，想要驱虎吞狼，只不过他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歪打正着，替我了却了心中大事。歪打正着是没错，只不过这个小人从一开始他就没憋好屁。这个小人，我没去找他麻烦，他反倒来找我麻烦了。哼，大伯，你知道这个广平王平时最大的敌人是谁吗？最大的敌人，应该就是黑旗军了吧？一直看不起庶子扶正的广平王严世明，双方交火不断。广平王诡计多端，黑旗军很难占便宜。攻击不够，那咱们就装备来凑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来。这是我设计的黑旗重甲，比平常的机甲要重一些，可以挡住所有的要害。到了战场上，他们就会变成行走的堡垒。严世明不是喜欢阴谋诡计吗？到时候我会让给他明白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的阴谋诡计都变得不堪一击。大伯，你可有渠道把这些信送到黑旗将军手中啊？好，我来安排。范阳卢氏如今究竟如何？王爷，您不能再大喜大悲了。说，范阳卢氏已被卢兆林完全掌握，而且也便承认卢震是卢兆熙的儿子，也就是卢家嫡支一脉唯一的后人。卢兆林，王爷何必动怒？范阳卢氏不知好歹，自断一臂，于乱世中已全都知道，王爷何必大动肝火？谢先生有何计策？卢震此人与曹帮多次冲突，早已不共戴天。如今曹帮已收为己用，此时不用，更待何时？谢先生，此事就交由你全权处理好了。王爷不好了，黑旗军突袭边境，郑将军已经战死沙场了。你说什么？黑旗军不知从哪儿整了一批刀枪不入的铁甲，郑将军已经抵挡不住了。黑旗军已经连夺数场，马上就要到这里了。王爷，快保护王爷先离开此地，避过黑旗军再说。谢先生，那您这次来是讲和的？敌人的敌人虽然不是朋友，但是可以合作。
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像我们王爷一样对卢家寨恨之入骨，那就非曹帮主莫属。既能扬眉吐气，又能报仇雪恨，又能在王爷面前建功立业，这唾手可得的富贵，难道曹帮主不想要吗？谢先生不是说广平王要招安卢家寨，将那卢镇收为己用吗？曹帮主不是说他卢家寨不过土鸡瓦狗，不是你曹帮的对手吗？曹帮主有何打算呢？曹某当然是想请广平王调集人马，踏平卢家寨。王爷在对付黑旗军，哪有空管他这卢家寨呀？那这该怎么办呀？攻城不过是自取其辱，用剑，他们全民登记，完全无机可乘。火攻，听说他们弄来很多消防栓，到处都是水源。自然只能剑走偏锋了。哎呦，先生既然早有谋划，那我曹帮定当竭尽全力。阿震果然厉害，黑旗军换上黑甲以后，严世明的那些军队一个照面就被冲得七零八落。阿震这招驱虎吞狼，连面都没露，就将严世明打得落花流水，简直痛快至极啊！被人表扬虽然爽，可是一直被反复的说就有点社死了吧？我都快抠出31听了。少主，属下有一事不明。你说。广平王阴险之极，黑旗军嗜杀成性，二者都不是明主，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卢家的敌人。少主今日所赠，黑旗军极有可能纵横天下，您就不怕他们不坚强，攻打卢家寨吗？我也从来没指望他们能念旧情，因为我压根就没署名啊。乱世枭雄以利益为先，不要想着谁会念旧情。他们若是念旧情的话，母猪都会上树了。哎，不对，我还真见过母猪逼急的时候上树，但黑旗军不会。那你还……谁说黑旗军所向披靡来着？我可不信。难道还有比黑旗军更厉害的？跟我走，带你见见世面。哥，不好了，三婆发高烧昏倒了。他们脸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满脸病容的？可能是昨天有些着凉了，所以今天大家都有些不太舒服。只有三婆发热吗？大家基本上是伴随着上吐下泻，只有三婆发起了高烧。哦，不过也不太严重，只不过是刚刚有些抽搐，然后晕过去了。府主，我是实在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，所以才请您过来定夺的。别气阿震，是瘟疫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快将染病人烧了，若是传染开来，必定是灭顶之灾。大伯，他们能活？阿震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！若是你也出了事，他们能活下几人？都是我思虑不周。府主，你还是快些带人离开此处，免得惹上瘟疫了。从症状来看，他们有可能是肠道疾病，不可能是空气传染。只要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，问题就不大。他们近期都吃过什么东西？就是食堂的大锅饭。府主您吩咐过，所有找到的食材都要上交，经过统一筛选，分辨哪些是可以吃，哪些是可以药用的，才可以食用。三婆也是？是。四佛，你去一趟酒精坊，要他们把蒸馏出来的酒精全都给我拿出来。咱们要给这里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消杀，排查一下污染源在哪。
酒精是什么？酒还能成精？大伯，我这边确实有事情要忙，实在是招待不周，还请大伯回去先好生休息。疫情刻不容缓啊！阿振，你快跟我走吧，疫病可怕，一不小心是会死人的。大伯，宝中上上下下都是来投奔我卢震的，我不可能就因为一件小事就弃下他们于不顾，更何况是一件小事。不过对我来说不会很棘手，还请大伯先回去好生休息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已经有60多个人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，严重的还会抽搐。有人发热吗？除了三婆以外，还有做陶器的七叔有轻微的发热。有呼吸困难或者便血什么的吗？目前没有发现。上吐下泻、拉到脱水，肌肉痉挛，没有明显发热，也没有便血和呼吸困难。那这种情况是霍乱。霍乱！你们放心，找到事情的原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。只要平时多注重卫生，勤洗手，多消毒，问题应该不大的。可是咱们卢家寨自从这立寨之初，就对卫生防疫有着严格的要求啊，大家也不会乱吃东西的，怎么会突然出现什么霍乱呢？族长，瘟疫已经传染开了，少主一意孤行，最后只怕凶多吉少，是否要属下今夜强行带走少主？此时撇下寨民逃走，无异于自断根基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树立威信，而不是破坏它。属下失言，请族长责罚。飞鸽传书，请族中医术最高的郎中来卢家寨，珍稀药材不用吝惜，都带过来，协助少主共同抗疫。是。赵熙啊，但愿我的选择是对的。为什么找不到污染源呢？寨民们能吃的东西就这些，为什么就是查不出究竟是哪里被污染了呢？卢公子，先吃些东西吧。我和他们吃的都一样，为什么我没有得病，他们却得病了？我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？难道就因为我来自未来，打过疫苗？可是我没有打过霍乱疫苗啊！再说我是魂传，原神可没打过疫苗。还有什么是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呢？原来是水。我早该想到的呀。这个霍乱潜伏周期是1到3天，三婆他们去河边洗衣物，也就是从河边回来之后，他们才开始发病的。卢公子，听闻前几日有人看见村口那条河里横七竖八的扔着一些野兽的尸体。快，把他们叫进来，我要开会。是投毒。现在不是追究下毒之人身份的时候。向晚，你去调动寨中所有能调动的钱财，购买防疫药材。还有明矾、灌种、艾草和菖蒲，用来净化水源，越多越好。艾草明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些发了霉的橘子，一定要找那些青绿色霉斑的，越多越好。好。连爽，你去调配寨中所有的酒精，来对山寨进行全方位的消毒。
蒸馏工坊全天无休，生产更多酒精。三婆，你要派人去水端的上游，去清理那些动物的尸体。切记，把那些尸体清理干净的时候，要全身包裹严实。尸体离开水源，要进行大火焚烧。好。四佛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咱们寨中所有的水源暂时交给你来处理。你务必去水源的上游，去寻找一些还没有被污染的水源，带回寨中。好。大伯，今日前来所为何事？阿震，大伯没办法劝你离开这里避疫，但是大伯也没办法，眼看着你陷入危机，所以我让随风调集族中医者过来帮忙，并且带来了大量的药材。按照路程，明天应该就能到达卢家寨。侄儿代替全体百姓，感谢伯父的救命之恩。范阳卢氏从来不出没有担当之人，大伯和整个范阳卢氏给你当后盾。好。我真傻呀！我单知道那青霉素是从橘子里制作出来的，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。早知道我就该把数理化外所有的教材书我全部吃碎嚼烂，绝对不会让知识从我脑子里溜走一点儿。干了！反正是培养军犬，发酵、提纯和净化，能不能成，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。天真长满了荒草，谁也不知哪去了。官府的文书又到床顶被拉上斩。府主，你这样废寝忘食实在是不行，咱们整个寨子还都指望着你呢。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敢说，他们已经在来攻打咱们的路上了。只是忌惮咱们寨子闹瘟疫，想要坐收渔翁之利罢了。那你更应该好好休息，不是吗？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。如果我们能在曹帮打咱们之前，将疫情控制住，别说是一个曹帮，就算是10个曹帮，我也不怕呀。对了，那天我让你调查的事情，调查清楚了吗？我已经问过了，那几户人家因为不认识木薯，所以挖错了。他们吃的是一种跟木薯很相似的东西，所以那段时间，他们几家吃的一直是这个。对呀，葛根秦莲汤可以清热化湿，理气和中，正好可以对症中焦湿热造成的吐泻频繁、口渴发热。快，赶紧带人一起去山上采葛根，把葛根全部采回来。府主，阿志怎么样了？寨主身体过于虚弱，刚又遭外邪入侵，高烧一直不退。他若能平安度过今夜，那倒没什么。但若他是渡不过的话，郑哥身体一向很好，怎么突然就病倒了呢？寨主他长期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，不知为何刚才突然却松懈了，这才导致外邪入侵。唉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府主发现病情自行好转的几个人失误将这葛根当作木薯食用了。他本想让大家一起上山采葛根，
这才倒下。葛根……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葛根岑连汤。这味药确实对应这个病症。若坚持服用此药，假以时日，定能治愈此病。我现在就去采这葛什么的根子。回来！四虎兄弟，你不知这葛根长什么模样，也不知他们在哪。夏婉，你带四虎兄弟去问那几家，让他们带路。侄媳妇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几天阿振一直没有休息，你也一直不休息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我的命是夫主救的，我得守着他。若他能够醒来，自然千好万好；若是，我也就随他去了。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我有一个偏方，或许能将债主唤醒，但此药凶猛霸道，极为伤身，或许会对债主的身体造成不小的影响。所以我想到另一个法子，就是让别人喝下这碗药，然后用他的血作为药引子，方能综合此药的药性。只不过是药凶险，是药之人可能……难道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恕在下才疏学浅，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上佳之策了。如果服用了此药，那副主醒过来的几率会有多少？3成。哎呀！我刚说了，此药凶猛霸道，极其伤身。你自右手搓磨，身子底本来就弱，你要把这药给喝下去了，恐怕你这辈子也生不了孩子了。厉小姐，你也太鲁莽了！我刚都说了，此药凶猛霸道，你这一口气全干了，不痛苦万分才怪呢！哎呀，我说你们怎么一个个的啊，就不能听我把话讲完吗？我从小身子就好，吃药这种事，没人比我更适合。请取血吧。我来。来，走。族长，你也不必太过忧心。林姑娘情况看似凶险，其实挺过去就好了。她身体底子不错，只要好好养一养，日后啊，还是能有自己的孩子的。堡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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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你说话不算数，你说过会保护我们的。堡主，你快点醒吧你！就是你快醒吧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债主只是昏迷，他又不是死了，能不能别像哭丧似的？太吓人了！是啊，他们一进来看到副主昏迷不醒，就开始哭。没事就多干活去吧。去干活去。去！堡主，堡主。嫂子，商队来报，广平王撤走的时候，领着黑旗军向咱们寨子这边来了，明天早上就会到。这是生怕咱们不死，一环扣着一环，内忧外患不断。陆公子说过，黑旗军的铠甲是他设计的，那些骑兵简直就是移动的杀人机器，丝毫没有感情的。咱们这次死定了。先生连环计一出啊，卢家寨必定灰飞烟灭。
都是王爷的主意。那卢家寨感染瘟疫，再将黑旗军引入，卢家寨必定鸡犬不留。得胜的黑旗军带着瘟疫回到军营，再将瘟疫传给其他士兵。如此一来，2个对手一并消灭。哎呦，王爷大才呀！这黑旗军纵然有纵横天下的本事，这也抵不过王爷的略施小计啊！黑旗军真攻进来怎么办？要不然像之前那样用连弩退敌。不可，连弩虽然制作工艺精巧，但毕竟不是战场上的杀人利器，而且黑旗军是从尸山血海当中杀出来的，跟他们硬拼，我们根本就是有去无回。那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哦，我之前听卢公子提过一嘴，他找制陶器的七叔做了一种特别的武器，说是以后用来对付黑旗军，就是不知道放在哪儿了。哦，有这东西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有什么用？你们会用吗？我可能会一点。府主什么时候教过你？哎，不管了，我现在就去找找，就算是拼上我这条命，我也要替郑哥守住陆家寨。首领，要不我回去看看？哎，将军说过，广平王的人狡猾异常，万不可落单，防止敌人分兵之计。走。敌人快要过来了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卢公子说过，不见鬼子，不挂弦。挂弦，快躲到山坳里去！不管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不能出来，不要说话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何人在此装神弄鬼？黑旗军前锋营百夫长李建忠在此，何敢前来一战？小心！头儿，这些人就是些家把式，拿木棍跟我们扔着玩呢。等一下，此行处处透着诡异，那伙广平军进了山就不见了。此地又明显有埋伏，恐防有诈。头儿，是不是太小心谨慎了？如此束手束脚，难道要我们在这儿什么都不干吗？老子能活到现在，靠的就是谨慎。实者虚指，虚者实指，如此明目张胆的露出破绽，必然早有埋伏。别以为只有你读过兵法，黑旗军个个都是从尸山血海杀出来的，还会惧怕埋伏吗？走。等一下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虚者实指，实者虚指。故意射箭出来的地方，必有埋伏。反而看似前面有埋伏的地方，才应该是唯一生路。走这边。他们就这样跑了。慢！头儿，前面好像有个人。住口！好像是吊死鬼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手上的刀越来越不听使唤，身上的铠甲变得越来越重了？住口！再敢扰乱军心者，杀无赦！哼！怕是有人用稻草人在此故弄玄虚，咱们还是尽快离开此地。走。府主，你醒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广平王战败，此地已被黑旗军给占领了。昨天夜里，
有一队黑旗军摸上山来，不知意欲何为。我们不敢正面迎敌，也怕他们摸到寨门口，又怕他们攻城。所以，他们使用地雷了是吗？他们会用吗？是连香丸，还有私服。谁让他们冲锋陷阵的？夫主，你的那些稀奇东西只有林相婉会用，再加上还有私服从旁协助，我相信他们。你才刚醒过来，我去给你叫大夫。哥，夫主，你醒了，来，慢点。林小婉呢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。你们知不知道，黑旗军、曹帮，还有青竹堂，和你们之前见到的江湖草莽，他们完全不一样。他们虽然头脑简单，但是单兵战斗力爆表啊！就算是四福兄弟，也不过就是卖菜的，你还敢往前冲？你们不要命了？郑哥，这次还多亏林姑娘，那些来的黑旗军一个都没剩。废话，地雷可是陆军的噩梦啊！区区几个黑旗军算个屁啊！你们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府主，你别怪香丸。阿珍，你就不要责罚了，大不了你们整个卢家堡搬到范阳来，我范阳卢氏还是能够重新建立一座城的。你等会儿，谁说我们要放弃城堡了？你们还有什么事？啊？香丸把黑旗军引到了后山，准备拿地雷炸死他们，可谁知那地雷的威力太过巨大，把后山也给炸塌了，还把里面的冤魂给放了出来。什么玩意儿？冤魂？你们跟我这玩聊斋啊？啊？都是我的错，陆公子，你罚我吧。府主，香婉她也是为了卢家堡好呀。好，那你们说说看，那些冤魂长什么样？郑哥，我们去的时候发现那些被地雷炸死的黑旗军，他们身上的铠甲全都被吸进洞里面去了，就连剑都飞进去了。那个冤魂实在太厉害了。铁甲被吸进山洞里去了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那些战士之所以战无不胜，是因为他们身上布满了铁甲，我的刀枪剑士都很难伤到他们，是吗？确有此事。公子，你是不是被冤魂附体了？都是我的错。哥，我去，你们是安排了多少炸药啊？我们把仓库里能用的都给用了。牛逼，真是不知者无畏啊！发生这么大的爆炸，你们竟然活着回去，我都烧了高香了。这么大的爆炸量，你们一个都没有受伤，说说看，谁安排的？林姑娘说了，让我们爆炸的时候躲到山坳里面。还行，还知道安全距离。那你怎么保证不会有人受伤？林姑娘说了，不见鬼子不拉弦儿。鬼子？闹鬼的山洞在哪儿啊？那边，就在那儿。这破天的富贵终于接到我的手上了。自从穿越到这个年代，我的运气变好了，记忆力也跟着变好了，还以为记错了的知识，竟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重新回到了我的脑袋里。不知道这是我的金手指，还是我在这里冒充救世主的福利呢？
又或者是这乱世的天道也被我这盛世美颜所折服，专门给我气运灌顶呢？阿珍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？大伯，你在说什么？知媳妇林姑娘都对你情深意重，危难之时也不愿苟且偷生，你难道没有半点感觉？那我应该什么感觉？知媳妇明知你性命垂危，依然选择和你同生共死。林姑娘为救你性命，不惜以身试药，还用生命保护卢家宝。两个姑娘都是万里挑一的好女子，你若是辜负了她们，老子定然替你爹打断你的腿。哼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还望二位美女原谅啊！我知道，一切都是我的问题。我也知道我说再多都是狡辩。你们的种种行为我也看在眼里，我有的时候也想把自己分成两半。夫主，分哪里？你们随意。是分这里，还是分这里？又或者分这里？我都愿意。卢公子该不会是发现情债难偿，决定弄个苦肉计，让我和凌霜姐姐心疼你吧？严夫子的军事理论课程我也是有参加的，还别说，真的挺有用。早知道我就不教他们36计了，这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哦，卢公子这是把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推到我和凌霜姐姐面前，让我们替你抉择。我之前怎么没发现，卢公子你竟然是如此狡猾奸诈之人？没想到夫主竟这般无赖，想来必定是大病初愈，让你忘记这家有悍妻是什么样子了。哼。顾奶奶住手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住手！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早这样不就得了吗？其人之福不好吗？好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是学机电的，为什么连电磁都弄出来了，却弄不出来一台手机？想念手机的第349天，大家都把日子过得蒸蒸日上，可是我真的好无聊啊！凌霜不让我喝酒，说喝酒伤身体，向晚又不让我听曲儿，而且这里又没有琴楼楚馆，唯一能听曲儿的地方就是在大院音乐课堂。天要亡我呀！这个，广平王和黑旗军的仗已经打完了，结局如何？黑旗将军阵亡，黑旗军现在是广平王的了。所以，下个目标就是我们了。有可能。终于有事情做了，但愿姓严的小子命够硬，能让我多玩一段时间。走。卢家宝，寡人终于来了，你们可要好好的准备迎接寡人了。王爷，这卢家宝已今非昔比，还请王爷多加小心呢。先生多虑了，先生是没见过寡人的重甲精锐，他们在战场上可是所向披靡，不管是剑士还是兵刃，都伤及不了他们分毫。而且
寡人的重甲精锐，列阵冲锋，至今无人能挡。就凭这小小的吴家堡，何足挂齿？列阵，冲！给本王冲！王爷小心，后方有诈！朝令夕改，军中大忌，给我冲！冲！王爷，此地凶险，若是城墙上都有伏兵，那我们就……谢先生放心，就算有埋伏，也杀不了我的重甲精锐。王爷，快走吧！王爷，快走！这就跑了？我电子体还没发挥真正的威力，这就跑了？这么意思？那是堡主手段英明，此帖一出，依然所向披靡。那个跑得最颠的，是不是就是广平王严世明？还有那个，是不是就是出主意害死了我们卢家堡上上下下10几口人那个谢先生？还有那个，就是多次来骚扰，要和我们卢家堡不共戴天的曹帮主。堡主，您终于想起他们了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咱们的好戏正式开始。听说了吗？广平王好像被鬼上身了。广平王的闲话你们也敢传？有多少个脑袋够用啊？有这闲工夫，还不如去看看千金裘蛇胆的告示呢。什么告示啊？据说呀，来了一位富商，正在高价悬赏一种毒蛇的蛇胆，1颗蛇胆给1000两黄金呢。1000两黄金？真的假的？这世道1000两黄金能买多少条蛇啊？给我1000两黄金啊！有多少条蛇我都能给他搞定。这个不靠谱的传言，一听就是假的。谁说的？听说那蛇可毒了，富商给的就是卖命钱，所以价格才高呢。掌柜的，聚贤酒楼是否有一位姓郑的富商？我要卖蛇胆。如此剧毒的蛇胆能够保持得如此，定然是从活蛇身上播出，完美，太完美了！哇，蛇胆还不够，若是还能有人提供，别说1000两，2000两我也出。他脑袋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严夫子好好的学校不去，却偏偏在这里玩这些骗人的把戏，真是……你不懂，这是男人的浪漫，用自己的方式复仇。夫主又在说笑了，你不过是想让严夫子亲手报仇罢了。夫子智计无双，却手无缚鸡之力，说是比拼智谋，那广平王必败无疑。可是报仇和收蛇胆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啊，之前有2个敌对的国家，他们知道如果双方一旦开战，既劳民又伤财，所以他们一直保持一个微妙的关系。其中一个名臣叫做管仲，他提出了一个建议，让国君和大臣都改穿由织提的面料。织提？织提呢是敌国特有的面料。管仲向敌国的商人提议，以每匹织提30斤铜的价格高价收购，多多益善。就像丰县现在的样子。对，正是。商人们重利，纷纷开办织提的产业。老百姓为了买织提赚钱，这1年下来，敌国成长10倍，粮食的价格暴涨，不得不依靠进口。这时，管仲突然下令关闭边境，杜绝一切的贸易。敌国眼看着卖不出织提，又换不来粮食，百姓们饥饿交加，纷纷逃亡。管仲趁机给他们落户，让他们开采荒地，生产了粮食。这简直是杀人不见血！香婉妹妹还没听明白吗？夫主啊，这是在自比管仲，等着你夸他呢。所以呢，杀了他们算什么报酬啊？咱们就是要眼看着他们高楼起，眼看着他们宴宾客，再眼看着他们高楼塌，
这才是真正的报仇。不要！你们是谁？你们还不放人是吗？你们不要害寡人，寡人是无辜的。王爷，不要害寡人，寡人是无辜的。帮帮寡人，寡人吩咐你们都得死！广平王疯了！你们快上，快进去呀！哎呦！堡主，广平王从噩梦中醒来，一刀把谢先生砍了。这老匹夫就这么下线了？这家伙到底是一个什么牌子的杀人机器啊？竟然这么不分敌我的！我还眼睁睁的看着大楼倾颓，翻完悔悟，孤身一人来到咱们面前，再立一个3年之约，大喊一声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夫主，您可积点口德吧。这谢先生虽死，可这广平王还在啊。要不然，咱们去给广平王和曹帮主送点温暖吧。这最后一程，总要有的送才是吧？哎呀，那个谢谢的死了，竟然是广平王杀的，报应！谢谢的，你长800个心眼子，你怎么样？不已经死在那个广平王的疯子手里了吗？报应！哪里走？曹帮主，我们好久不见。卢堡主啊，哎呦，我知道你们进城来的目的，咱们是同道中人嘛。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曹家帮和我们卢家堡竟然成了同道中人了。哎呀，卢堡主啊，你这一招千金买蛇胆，不费一兵一卒就灭了广平王，真乃大才呀！曹某我真是感佩之至啊！哎呀，只可惜若早发现你有此青云志，你说，哎呀，我何必舍近求远，投奔那什么狗屁的广平王呢？哎，真糊涂，老糊涂！我记得你说过，你与我们卢家堡有不共戴天之仇吗？你现在这般说，就不怕你死去的兄弟们棺材板压不住？哪里，那都是无关痛痒的外人，那比得上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呢。对了，堡主，我跟着广平王这么多年，我对他呀是了解的一清二楚，他的财宝在哪儿，我都知道，我都带你去。我见过不要脸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。你和谢先生合谋，污染我卢家堡的水源，害得我卢家堡上上下下110口染上祸乱，还在我山北经历瘟疫之时引来黑旗军，想要让我们全军覆没。如此深仇大恨，岂是那么容易过去的？哎呦，卢堡主呀，你可要明鉴呐！这不能怪我，都是那谢谢的，他指引我的，我也是身不由己不是？哎呀，堡主啊，您大人大量，这放过我曹某一把吧，求求你了，放你离开你了。对，放我一马。你问问我身后的兄弟们，你再问问那些被你毒害的战民们，你再问问那些被你害死的10几条人命，他们答不答应？好吧，也下去陪你兄弟吧。你们给我放下！放下！都是寡人的东西。周边的几家已经打过来了，你还在这里端着王爷架子？你现在要兵没兵，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还当什么狗屁的王爷？我的粮呢？我的钱呢？重甲精锐，我的重甲精锐呢？大家都去抓蛇了，粮食根本没人管。重甲精锐不是被自己送到卢家寨，全军覆没了吗？什么你的钱，全部都是我们的钱。不可能！
知道是你们，一定是你们，我才是父亲最骄傲的孩子。严雪清算个什么东西啊！不行，你们都该死！我杀你们！我杀你们！你们都该死！我杀你们的都该死！这就是你害死全家的理由吗？简直不可理喻！冤魂索命又如何？我任是血，风光一世。严雪清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不过是个书呆子而已。你不过是仗着卢志的旁门左道，侥幸胜过我吧？说到底，你永远都赢不了我，你个废物！那就来对决吧，用你擅长的武力。你永远是个废物，懂吗？严雪清，你永远都赢不了我！爹，娘，你们的仇，儿子报了。你的温暖算完了，射箭练得不错呀。君子六艺，卿是一刻都不敢忘。堡主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各方势力听说丰县秩序崩塌，都想来分一杯羹。没关系，他们知道青州，不会来招惹我。难道他们就不怕咱们的电磁炮吗？堡主，您就没有想过一点称霸天下的心思？我脑子又没有水，想那些不切实际的干嘛呀？堡主，那是您大能高深莫测，炸药一出，无人生还；水泥一出，那更是坚不可摧呀！哎，现如今，更何况咱们有了电磁炮啊！千军万马中取敌人首级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，如反掌观文一般。你说的那些是我给孩子们说的评书，咱能不能实际一点？堡主，我不明白，您若想一统天下，根本无人能挡。可您为什么就是龟缩在卢家堡，不肯出来呢？可是我只想跟孩子、老婆热炕头。堡主，您的意思是红颜祸水？去！我只要想着我每天吃什么、穿什么、玩什么，我不想每天都想着东家打仗啊，西家争地盘，南家来刺杀，北家又来打仗。我只想每天安安心心带着老婆孩子苟着，那不好吗？所以啊，那广平王的地盘，谁想要就要啊，反正我是没兴趣。现在苟活着的地方找到了，谁爱拿就谁拿去，都别来打扰本寨主睡觉，成吗？知道世人现在都叫你什么吗？叫我什么？发明小天才？末世山大王？还是超级无敌救世主啊？你这个做副主的能不能正经一点？3句话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说嘛，管我叫什么？管我叫什么？他们啊，都叫你乱世狗王。我操！好，我可以不是人，但是你们才是真的狗。哎，快点！